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吠陀占星的每周预测时间。上一周我们经历了一个主角换场、舞台重启的大日子，太阳换作进入双子，又叠加新月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双重启动。这一周，2026年第26周，从6月22日到6月28日，天空里有几颗行星正在悄悄地向巨蟹聚拢。如果说上周的关键词是向外表达、点火启动，那么这一周能量会更偏向向内经营、落地积累。我们一起来拆解这7天的天象。照例，我们先看这一周的行星日程。这里照旧要强调，我们所使用的始终是吠陀占星的恒星黄道，以真实星空中恒星的位置为基准来定位行星，而不是西方占星常用的回归黄道。两套系统目前大约相差24度，所以听这一周的预测时，请把坐标切换到星空本身。本周第一件大事是水星在6月22日傍晚正式进入巨蟹座，并将停留到7月7日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因为巨蟹座里本身已经有2颗行星了，一颗是正在跃升、状态极佳的木星，另一颗是金星。水星一进来，巨蟹座就聚齐了木星、金星、水星3颗温和的吉星，形成一个温暖的吉星群。注意，水星本身是一颗中性的行星，它的性质会因为周围行星的性质而改变。当水星周围是2颗自然的吉星时，水星也会带有吉祥温和的性质。巨蟹座是月亮掌管的，关乎家庭、情感、归属与内在安全感的星座，所以未来这2-3周，大家的注意力会很自然地从向外表达转向向内照顾家人、经营关系、安顿自己的情绪，把根扎稳。但这里要给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水星将在6月30日，也就是下周一开始逆行，并在7月初进入燃烧的状态。这意味着这一周是水星顺行的最后一段顺畅窗口。如果你手上有需要沟通、签约、确认文件，或者必须把话讲清楚的重要事情，尽量在这一周之内敲定。一旦进入下周的水星逆行期，这类事情就容易反复延迟，需要返工。趁现在赶紧落锤。本周第二件大事是火星在上周日凌晨进入了金牛座，并将停留到8月3日。火星本是一颗冲劲十足、急于出击的行星，而金牛座是务实、稳定、有耐力的土象星座。火星走进金牛，就像一个急性子的人被按进了一张厚实的沙发里，他的行动方式会从冲动、求快转为耐力、深耕。接下来1个多月，真正能成事儿的，往往不是猛冲一下，而是稳扎稳打，一点一点的把事情磨出来。其余的大行星土星、罗喉、基督在这一周都没有大的位移，格局整体稳定。在这片稳定的底色上，月亮每日切换的星宿依旧是我们逐日能量最精细的刻度。让我们一天一天的看。周一6月22日，月亮上半天还停留在后吉祥者，到中午12点50分之后进入首之行星宿。先说一句提醒，周一上午天空叠加了一个被标注为全程不详的大凶瑜伽，它一直持续到上午11点40分左右，所以周一的上半天，特别是上午，并不适合贸然启动重要的事儿，更适合安静的处理日常，做做准备。等到接近中午，这个凶瑜伽结束，转入一个性质为舒适富足的瑜伽，能量才会真正松开。到了中午，月亮进入首之行。这个星宿的名字字面意思就是手，符号是一只手掌，主星是月亮，主神是太阳神苏利耶。它的核心气质全在手这个意象里，巧手、记忆、掌控，亲手把事情落实。一切需要动手去做、需要技巧与细致的事儿，都能在这个星宿里得到加持。所以周一的用法很清晰，上午沉住气，别急着动；午后顺着手之星的能量，亲手把自己需要管理的事情做起来。傍晚水星进入巨蟹，也为接下来的沟通主题悄悄铺好了路。周二6月23日，月亮上半天在首之星，下午2点20分过后进入闪耀者星宿。周二的天象需要多一分小心。一方面，从上午11点20分开始，天空转入一个性质为闭门障碍的瑜伽，它的前半段被标为不详，大约持续到傍晚5点多。另一方面，到了晚上，虽然按农历的自然天数算，这一天还是初9，但根据真实的日月位置，月相其实已经进入了初10的范围。这个初10的月相加上周二，就形成了乌鸦瑜伽。再加上闪耀者这个星宿的主星是火星，而周二本身也由火星主管，火星叠火星，能量会偏向急躁、冲动、好胜。闪耀者的符号是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主星火星，主神是天界的工匠之神，它本身关乎美、设计、打磨以及让作品发光，是很有创造力的星宿。但在今天障碍瑜伽加乌鸦瑜伽加火星双重的叠加下，这股能量更容易卡壳、起摩擦。所以周二的关键词还是沉住气、避锋芒，不要硬碰硬，不要在这一天去争一时之气，也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和冒险性的决定，把好胜心收一收，转化到打磨一件作品、雕琢一个细节上，反而更好。周三6月24日，月亮上半天在闪耀着，下午4点半左右进入独立者星宿。周三是能量回暖的一天，凌晨还残留着前一天闭门障碍瑜伽的尾巴，但到了上午11点半，天空转入主星为水星的吉祥瑜伽，整天渐入佳境。更妙的是，周三本身由水星主管，吉祥瑜伽的主星也是水星，而水星又刚刚在前一天进入巨蟹，3重水星共振，让今天的沟通、学习、协商、文书都格外顺畅。如果你要趁水星逆行前把话讲清楚，把合约谈定，周三是非常好的一天。下午，月亮进入独立者，
这个星宿的符号是一株被风吹动的幼苗，也有人说是珊瑚。主星是罗喉，主神是风神伐尤，它关乎独立、自主、灵活与随风而动，是一个利于交涉、贸易、外交与独立行动的星宿。傍晚开始，月相进入农历11，这是一个传统上适合斋戒、节制与灵修的日子，不妨在忙碌之余，给自己留一点清简和安静。周四，6月25日，月亮上半天在独立者，傍晚6点1刻之后进入分支者星宿。周四是本周最值得把握的吉日之一。上午延续着前一天的吉祥瑜伽，到了中午12点，转入一个性质为成就与完美的瑜伽。而真正让今天发光的是双重的木星能量。周四本身由木星主管，傍晚月亮又进入主星，同样是木星的分支者星宿。木星是吠陀占星里最大的吉星，掌管扩张、智慧、信念与成长。它的力量在这一天被加倍点亮。分支者的符号是一根分叉的枝条，也是一座凯旋门。主星木星，它关乎清晰的目标、坚定的决心，以及为了成果而做的最后冲刺。所以周四特别适合推进那些重要的、长期的、需要往上生长的事儿，扩展计划，立下目标，为一件大事儿正式发力。配合木星双倍与成就瑜伽，这一天的努力更容易开花结果。夜里农历11的斋戒氛围也延续着，外松内静，刚好用来沉淀这一天的收获。周五6月26日。月亮一整个白天都停留在分支者，到晚上9点40多分才进入后承者星宿。周五是一个吉凶交织，需要分时段来用的日子。先说需要警惕的部分，今天是吉祥性质的农历12月相遇上周五，形成了死神瑜伽。传统上这一天忌出行，尤其不宜远行和冒险，所以白天的安排请尽量稳一点、近一点。但这一天也并非全是阴影，上午还在成就瑜伽里，到了中午12点40分之后，转入主星为金星的可达成瑜伽。而周五本身正是金星主管，金星叠金星，午后到傍晚特别适合与美、与关系、与艺术、与享受有关的事儿。等到夜里9点40多分，月亮进入后承者星宿，还同时叠加了一个分量很重的吉兆，万事成就瑜伽，能量明显转吉。后承者的符号是一朵莲花，也有人说是凯旋门。主星是土星，主神是掌管友谊的密多罗，它关乎友谊、合作、忠诚，以及即使身在异乡，也能与人建立深厚连结的能力。所以周五的用法是白天谨守死神瑜伽的提醒，别贸然出行，把美好的关系类的事放在午后。而到了夜里，借着后承者与万事成就瑜伽去修复关系、联络朋友、表达忠诚，会特别有力量。周六6月27日，月亮几乎一整天都停留在后承者星宿，直到深夜才悄悄移向资深者。周六延续着前一晚后承者的温柔底色，这个关乎友谊与合作的星宿，主星是土星，而周六本身也由土星主管，土星叠土星。这种双倍力量落在后承者这个温和的吉星宿里，形成了一种踏实、耐心、长期经营的能量。所以周六非常适合那些需要耐心和忠诚去维系的事儿，陪伴家人朋友，巩固一段合作，踏踏实实的把一件长期的事儿再往前推一步。天象上，上午还在前一天的可达成瑜伽里，到了下午1点半之后，转入主星为太阳的幸运与美德瑜伽，整体偏吉。月相在凌晨已经转入农历13，这是一个以爱神为主神的日子，带着关乎爱、吸引与魅力的柔和能量，所以周六是一个平稳、温暖、适合慢慢经营关系的周末日。周日6月28日，从凌晨开始，月亮就进入了本周最后一个星宿资深者星宿，并停留一整天。资深者顾名思义是资历最深、最年长的那一位，符号是一只耳环或一把华盖，主星是水星，主神是众神之王因陀罗，它关乎资历、权威、责任以及长者那种保护他人、肩负重担的担当。但它也是一个性质尖锐的星宿，伴随着竞争、压力以及需要自我克制的一面。所以周日的气质是成熟的承担，照顾你需要照顾的人，扛起你该扛的责任，把本周的事情做一个负责任的收束。月相方面，这一天从农历13转入14，是一个空虚性质的日子，主神是湿婆，这意味着今天不适合强行启动重大的新计划，更适合清理、收尾、整理。上午还在幸运瑜伽里，午后转入主星为月亮的明亮纯净瑜伽，适合让心安静下来。最后再叮咛一句，别忘了水星将在明天，也就是下周一6月30日开始逆行，所以这个周日正好用来把本周还没收尾的沟通、文件、合约做最后一次复核与确认，给即将到来的逆行期留出一个干净的起点。总结一下，2026年第26周是一个向内聚拢、落地经营的星期。上周的太阳换座与新月点燃了向外的能量，而这一周随着水星走进巨蟹与木星金星会合，火星沉入务实的金牛，整体的重心正从表达与启动转向经营与积累。这7天的底色是关系，是情感，是把根扎稳。如果你想抓住这一周的能量，请记住3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周四是本周最值得把握的吉日，木星双倍叠加，成就瑜伽，特别适合推进重要、长期需要往上生长的事儿，立目标、做扩展，为大事正式发力。第二，重要的沟通与签约，请在本周内敲定。
水星将在6月30日开始逆行，这一周是顺行的最后窗口，趁这个时候把话讲清楚，把重要的事情办好。第三，周二和周五，请为凶兆时段留出敬畏。周二有乌鸦瑜伽与火星双重的急躁，周五有死神瑜伽的出行警示。这2天的重大决定与出行，请避开警示时段，沉住气，稳住神。好了，这就是2026年第26周6月22日到28日的天象预测。愿你在这一周把根扎稳，把关系经营好，也别忘了在水星逆行之前，把该说的话好好说出口。我们下周见。